同学们好，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一朵紫色大富贵牡丹花的画法啊。这个花呢非常漂亮，这个颜色我们用的是梦幻紫啊。那么首先调色还是先调底色啊，底色用的是太白、三绿加清水，里面加了一点点的胭脂色啊。我们先把胭脂色调均匀，然后我们在纸上确定一下，我们要画一个多大的花头。那大概这个花头呢就22公分左右啊。然后我们开始调颜色，主要用到哪几个颜色呢？首先呢是三青哈，然后呢玫瑰红，这盘子上这个蓝色是三青色，然后再调一点玫瑰红，挤出来一点玫瑰红。这两个色其实也能画出来，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蒙紫，就这三个颜色啊。这三个颜色调的时候呢，我们毛笔调完底色之后直接调三青，淡淡的调一点点，调满整个笔肚子啊，调满三青，然后呢再去调这个蒙紫色。如果水分不足可以加一点，加水分的时候呢，笔尖不要进去搅，用笔肚下去压，调三青啊，然后呢调蒙紫色，然后再去调玫瑰红。那这三个颜色是搭配是最好看的啊。我已经试过用其他颜色，其他红色太暗了，只有玫瑰红是亮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颜色，把它牢牢记住啊，三青、玫瑰红、蒙紫这三个颜色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第一笔确定位置，确定这个花头的位置，画出定位花瓣，从左往右推出第一笔啊。你看这个瓣的颜色就非常漂亮。再补一笔啊，从左往右，从上往下推，可以一边推一边点。那这个定位花瓣呢，朝向是往右上方的。再回去补充颜色，还是调这个蒙紫色、玫瑰红。基本上呢这个颜色调一笔基本上就画一笔啊，所以一定要耐心的慢慢的调。然后我们再画侧瓣，从下往上推出这个花头的侧瓣，那侧瓣的形状可以长一点，再补一笔侧瓣，这个属于叠加侧瓣啊，叠加的两笔叠加，这是一个侧瓣。然后右边也要画一些侧瓣啊，右边的侧瓣也是你可以叠加啊。一般这个就是新入门的时候，我教大家画这个花苞的时候就是这样包的，先定位花瓣，然后左右两边呢画侧瓣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侧瓣你可以叠加，也可以呢单层的先把它包起来，最后再去切里边也可以啊。现在补充颜色，补充一点这个蒙紫、玫瑰红啊，这个从左往右推出第二笔，那这也是一个侧瓣啊，也可以叫它反瓣。那可以继续画侧瓣。那这个画是往里画啊，画是第二层，这叫切瓣。你可以一个大笔画一个大弧形，再来一笔，中间太平滑的地方呢再点一点啊，点个锯齿出来。那点的时候尤其特别要注意啊，笔尖要尖尖的。补充颜色啊，蒙紫、玫瑰红。你看玫瑰红要多调一点点啊，越尖越好。通常这个牡丹花头要想漂亮呢，全靠调色。所以呢，这个颜色多和少的确定呢，根据色阶来。根据色阶，你可以在一个色阶之内，要么可以红一点，要么可以紫一点，看你自己喜欢哈，这个不是一定的。你看我们再推一笔啊，从左往上推，
那这一笔呢就开始收啊，这个花头两边刚才叠加的侧瓣把它扩大了，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收一点，把花头缩小一点，缩小就往内扣，往内包啊。往右边再来包一笔，这个方法对于新手来说特别好用啊，哪怕你从来没有画过的，只要我这一教你就会了，这比其他的任何方法都要简单。你看，你就给它包起来，就画一个，等于就再画一个圆哈。通常我们画圆是用线条，画牡丹花它就是个圆，但是我们牡丹花这个圆用什么画呢？当然是用花瓣去包呀，花瓣去包一个圆啊。你就把它全部包围好，包成一个圆。那里面空白的怎么办？你笔尖调一点这个颜色，回来去切瓣。切的时候尤其注意笔尖要尖尖的啊，沿着外围的这个花瓣去切，切的造型就跟它差不多，然后你就能更贴实啊。那这外面这个大瓣要画的是正瓣啊，所谓的正瓣就是一个花瓣的正面啊。那这个地方呢再补一个啊，你可以补一个小侧瓣，两边都可以补，后面这个侧瓣你想补多少个就补多少个啊。你看这些缺口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要切里边，先切里边，这是第3层花瓣啊。假如新手你不会你就包呗，包个包菜你总会吧。你看里面一层一层的切，你看这3层侧瓣，就是笔尖要尖一点，你看像这个笔尖要特别的尖才可以啊。如果你这笔尖不尖的话，会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切瓣就会切不好，会模糊不清这个边缘线。所以一定要把颜色调好，三青、蒙紫，然后呢再调玫瑰红，这3个颜色非常梦幻，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个颜色。其实这个颜色还可以更梦幻一点，比如说你不要紫色，你用三青去调玫瑰红，你这个红色也很好看，就是没那么紫，但是它会又偏蓝又偏红，也很梦幻，大家有空试一下啊。我们后面呢再加一层反瓣啊。那这个加反瓣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这个花头不能太大了，一定要有高低起伏，有凸出来凹进去，要有一些缺口上的保留啊，保留一些缺口，不要全部画成太圆了啊。不过偶尔画了一个圆的倒没关系啊，不要全部就可以。我们继续调颜色啊，三青还是始终要调，三青是一个非常好的颜色，就是调很多其他的颜色它都很漂亮。三青可以画蓝色，可以画紫色，可以画紫红色，都可以。这个蒙紫色可以多调一会儿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这个花头还是偏紫色的，所以多调一调。继续补充紫色啊，多调一会儿。你可以红色偏多一点，你就多调玫瑰红；如果想紫色偏多一点，就调紫色。那调多少呢？由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啊。但是呢，正瓣和反瓣是有区别的，正瓣颜色你是要深一点啊，要不然你就和反瓣颜色一样深，两个颜色就混了，然后就混了就一坨，分不清前后。所以呢，正瓣多加一点啊，你甚至玫瑰红调完了，你可以笔尖再调一点点曙红都可以啊。这个调色这一关是，除了我说的按照色阶来，还有一个呢，要根据自己的感觉啊，就你感觉这个，满足你的感觉了，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那你就这样画呗。其实颜色它有多和少，没有十分的规定，就是看你自己的认识吧。你觉得这个颜色可以了，
那就可以了。你觉得不可以，你会不停的做出调整。反正就是后面每一张的，你要不同的去尝试，是深的好看一点，浅的好看一点，还是怎么样的，都是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，长时间的练习，你才能得出，才能知道哪个颜色好看。好看的颜色呢，总是会觉得令人喜欢的。把它牢牢记住啊，每个颜色用什么调的，当时是怎么样调出来，怎么样画出来的，一定要记住。因为调色是一个大问题，好多人记不住，你画的时候肯定感觉就不对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记住啊，调深一点正斑，笔尖可以调一点点曙红都可以。我们把这些缝隙的地方呢填补一下啊。那这个地方画正斑啊，画正斑，正斑颜色要多加一些啊。这画外面这个大正斑的时候，注意啊，留几个缺口，缺口是必须要留出来的啊。如果不留缺口，会画的很圆的。我们可以一个凸出来，一个凹进去啊。继续补充这个三青色，调色。你看我每次调色都是按照色阶来的，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这是基本的颜色啊。那么在基本的颜色之内，你是红色多一点，紫色多一点都可以。你看这个颜色调的要调成这个样子才好看啊。再来一笔啊，后面画一个大的，好，滚笔，使用滚笔啊，滚出这个半，你可以留一些断笔，滚一半停，再来一笔，再滚。你这样画滚出来这个半呢，就比较大，这个外缘边缘线还挺自然的，就是要滚啊。平时没事可以在纸上滚一滚看啊，一笔不成，滚了一笔再推一笔，把外围的这个造型啊，大花瓣的这个造型可以，慢慢的给它推啊、点啊、滚啊，各种笔法相互使用啊。这些笔法我们会还是要强一些，等到用的时候，你会情不自禁的、自然而然的就会用到的。因为这个属于这种熟能生巧的这个技能，而且它还有根据这个需求。一般你看左边这些花瓣也是很不顺手的，一般也会用滚瓣或者是推瓣的。笔尖加深色啊，始终这个像这个紫色啊，它不会很深的颜色，它最深也就不过是曙红。我连胭脂都没有加过，我要重一点我就胭脂，重一点我就用玫瑰红和这个蒙紫多调一会儿，然后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曙红，而且是盘子上多余的余色继续调的。我们左上角画左上角两个大的啊，你看这个呢，连滚带推的，尖儿很重要哈。收笔的时候，这个尖儿给它收的尖尖的。下面呢是下面两个瓣，考虑一下花型，就画上面的时候也要考虑下面的花型了哈。你看我们外面大体看这个花头是圆的，但仔细看外面这个大花瓣凹进去凸出来，凹进去凸出来，是有边缘，是不是那么光滑的，是有锯齿的，是有缺口的，一般要留6个缺口啊，那个缺口多才会显得自然啊。花头多少缺口给你多，像这种小一点，大概20多公分，22公分最多这个花头。你看我们深的颜色下面开始画大的啊，也要看看那形态，这个是底色啊，底色我们底色
不要加哈。我们这个底色是画正反半的时候用的，画正半最好不要太白，太白明度没有明度，它太粉气了。我一般像这个正半，我一般就加清水，所以你们画的时候记住哈，清水加清水。那花心呢，你可以再切一层啊，小瓣去切，沿着外围的花瓣去切瓣啊，切出这个瓣。中心呢用胭脂啊，中心的地方等会儿用胭脂去填一下就可以啊。我们还是先看看外面的这个大瓣吧，外面这个大瓣要和其他的瓣呢要大小应该是差不多，可大可小吧。关键是看造型，造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花瓣的造型，要跟这个花头相结合哈，要能体现它下面这个明暗交界线，这个地方就体现是明暗的啊，上面是明的，下面是暗的，是一个交界的地方，所以这个颜色一般要重一点啊，跟素描有点像，只是素描是黑白。我们画这种呢，是通过颜色的色性的变化去体现它的立体感。那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难哈。你看下面画，你看这个上面就是侧瓣啊，你看侧瓣可以多层。那你看这些属于花苞，那我们现在画的这一部分就是花苞。那我们要把下面一部分呢加上，下面一部分加上。就是花头了，开始加花头啊。加花头怎么加？要充分考虑到啊，考虑到这个花型，我们用滚笔啊，滚一下，先滚一下，往外一拉，再回去，再往外一拉。你看它这个瓣就特别自然，就相当于一下滚出了2层花瓣。那中间空白的地方，再调一点重一点的颜色啊。三青、玫瑰红、蒙紫，笔尖都可以再调一点这个曙红啊。你看调的时候总是按色阶去调，所以好多同学说老师我颜色调不均匀呢。那你看看调的时候都是要每个颜色要调啊，你不调怎么能均匀呢？要大面积的调啊。你看再滚一笔，这是里面这一层，再继续滚一笔，这就3层了啊。所以这个滚笔法特别好使，尤其在侧边的时候，先滚最外面一个大的，然后再切出里面2层小的，再加反瓣，再加2个小反瓣，我们就很快的就把这个层次给切出来了。那这个颜色要加重啊，反瓣，然后里面画正瓣，笔尖要加重。好，稍微笔拿起来要竖一点点啊，再加重色。调色是始终是按照这个3个颜色调，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然后再调曙红。调这些颜色，其实应该笔尖再调一点胭脂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想用胭脂呢，你就把紫色和红色调厚实一点，然后笔尖再调曙红，一样是能做到像胭脂这么深的颜色吧。我们可以试一下啊。我们画这个大瓣，好，从左往右推，推个大的啊，光滑的地方切一点缺口，小锯齿。好，再来一笔啊。像这个瓣呢，前后要搞清楚。再来一笔。好的，切一点，后面切一点这个纹理出来啊，这个稍微的带几笔就够了啊。好，下面再来几笔啊。这小细节要慢慢处理。下面还要加大花瓣呢，加大花瓣调色多调啊，多调。三青、蒙紫、玫瑰红，而且这个笔要完全平铺倒下来，因为这个笔就4.5公分的，
正常像这个大花瓣一般要用5.5公分的，但是我一般懒得用，一支笔搞定。是因为懒得洗笔，能省。好，来个大的啊，推，从左往右推啊，来慢慢推，推慢一点啊，推慢一点，这个颜色才能稳定啊。如果推的太快了，这个颜色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稳实啊，要扎扎实实的画好每一笔每一画啊。那这个瓣呢是盛开的，这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盘子啊，上面包的是一个碗。我们画的时候要明白啊。然后花心的地方开始切啊，下面呢不用再加了，其实下面已经很大了。花心调深的胭脂色去切一下啊，这样切就可以了啊。切好了，这束花就画完了。这个是紫色花头的画法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有空的时间练一练啊。要是还不懂的呢，可以来群里问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大家辛苦了。另外，大家要是有时间呢，可以去抖音的后台给我来个好评啊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们下节课再见啊，拜拜。